来吧，咱们再来讲讲玩具背后的这些故事了。说起来 NA 这回新出的这一套配色啊，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它都是织天晓， MP 它当时就把 MP22 的通天晓重涂过一个，它出过一个这样的版本，这个版本被官方命名为织天晓。当然这个头雕这回在 NA 里边也是可以戴的，它也有附带。但是我们看它的峰会上面，这是一张骷髅脸，这骷髅脸出自哪里呢？它是在漫画版的镜像世界里边的统天霄这个玩具用 G2 的柱子去重涂出来的。当时呢 BotCon 里边做了这么一个版本，卖的相当的贵。而后来呢，又是 MT 给这一套设计的马甲也做了一个重涂，镜像世界当时非常的火到了什么程度呢？官方自己都忍不住了，所以呢，官方出了一个这个版本 G2 通天晓的版本。其实可以看啊，他们之间的颜色差距还是很大的，因为 BodyCon 毕竟是一个民间的团体的这么一个活动组织吧，属于官方授权，但是官方呢，因为看到了镜像世界的漫画卖得太火爆了，所以呢，也是把这个玩具又拿出来重涂了一遍。但仔细看呢，他们的口罩其实是不一样的，头雕有不同啊。造型方面，首先一个骷髅脸和这个口罩男的样子就是有区别的了。当时是这么一个4人套，里边带的这个所谓的 G2 的通天晓，相当于白菜价吧。很多人其实当时为的目的是买那个爵士，因为经典爵士的模具设计的非常精彩。然后呢，经典的爵士 1.0 那时代吧，也炒得挺贵的。到了后来，大家想追经典 1.0 爵士的时候，已经炒得特别高了。官方一看，顺势来一波套装吧，给大家来2个怨念物，然后搭配2个传奇级的玩具。大部分人的目的奔着这个爵士而去的。但是没想到啊，其实我个人来说，我也很喜欢这个 G2 柱子的模具，因为它设计的非常精彩，但个头特别的小。它的定义是一个 D 级别，但是你把它的 D 级别和正常的 D 级别摆在一起看，它都没这爵士高。本身它的出处在哪里呢？其实早在 G1 之前，戴亚克隆时期就有过这么一个配色。这个配色其实就是后来 MP22 重涂这个织天晓的素材来源，它是在戴亚克隆时期 Colobot 这边出的一个擎天柱的怎么说升级版吧。老的戴亚克隆时期的广告里边其实就有登场这辆蓝色的车头，红色的马甲的这么一辆车，包括我们看它的车头是一个蓝色的擎天柱版本，以及变身完的样子，变完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 MP 的织天晓其实是根据这个东西的来历做的，它的配色本身就是源自于戴亚克隆，而且在戴亚克隆的 Colopod 时期啊，没有存在通天晓这么一个角色，都没有这个人，是到了就变形金刚孩之宝这边用漫威这边角色设定给他又重新套了一个人。所以呢，官方尤其是在日本这边的设计师，他们很执念的是马甲通设定，因为在骨子里边，从戴亚克隆时期他们设定的这个角色就是要穿马甲的。而后来呢，变形金刚这边孩之宝的动画做完了以后，他们更在乎的是一体变形通天晓，因为动画片里边演绎出来通天晓就是那么变出来的，这也是美国人一贯的认知。所以日美这两边的差异最大化的就是通天晓这个模具了，一边要做一体化，一边要做马甲式合体，这个是本质的区别啊。美国人觉得我设定出来这个角色，我把这个东西命名为通天晓，我对有它的一个改编权，所以我动画片演绎出来的是一体变形的，我就要做一体变。日本人说呢，你这个原型是用我 Colobot 时期的这么一套玩具，我设定的就是一个马甲通，所以我的设计师要做的是马甲通天晓。你看就有争议了。结果呢，到了后来吧，其实镰井彰悟 2.0 时期在做 MP 的时候，他的设定的通天晓就是 MP10 穿马甲，但后来镰井被撤掉了嘛，调到了孩之宝这边去做电影线了。小林红点回来接手做 2.0 这个系列的后续衍生作品吧。
接手到了 MP22 的这个编号，要做通天晓了。但是小林红点把之前连井正悟所有的设定全部推翻，他结果做出来了一体通，也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模具22。所以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吧。但是我今天又挖到了更古早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大亚克隆更往前的这个通天晓设定，它就已经有了，可不可怕？这是最初大亚克隆之前卡罗伯特没有正式量产这套玩具时候的通天晓设定概念图。可以说最后马甲穿上以后的合体人形跟我们将来看到的玩具的实物差距素质还是非常大的，甚至它还有不同的配色版本。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要说什么？其实我们所认为的白蓝原色通天晓，它是后续的作品。这一款蓝黑蓝色车头红肩膀的，它才是祖宗。本身人家就是这个颜色，而且本身就是擎天柱的马甲升级套装，没有通天晓这个人，后边的白蓝也好，通天晓这个角色也好，乃至于后续增加的这些漫画里边的设定，什么 Minimus 安比，这些后来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一代一代的改出来的。归根结底，这一套模具的本质上边就是这玩意儿了。所以呢，绕了这么一大圈吧，也算是把这个东西的历史讲了讲啊。其实呢 ，NA 这一次的一个大亚克隆配色，你可以叫它织天晓，也可以叫它统天霄，因为它会有两个面具。正面这里是一个很复古的一个画风啊，包括你看它变身的过程，它是一体变形的，看到没有？轮子往里一折叠，然后车头跟着折叠。哎，不对，这是 NA 的作品。就这一步的变身过程，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魔方的那个一体通呢？魔方 1.0 的通天晓，轮子就这么一折叠，头这么一缩。你说这两家他们背后没有联系，我都不信。所以啊 ，NA 粉和魔方粉别掐了，你们掐了半天，你最后都搞不好这两家真他妈是一家。哦，好吧，都是我投资的。来吧，我们看一下 NA 这一回的这款重涂的作品吧。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织天晓的这么一个设定，我更喜欢漫画里边的那个统天霄，所以我把这张替换脸换上去了。换上完了以后，它是一个透明的脸，可能是为了展现那种骷髅的一种质感吧，但是这个透明键的通透感太强了。这张脸你要是说做漫画狂飙也挺合适的，包括脸颊这边刀削一样的两个凹槽吧，腮帮子的凹槽，包括下边的獠牙，通透的眼睛，其实挺好看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背后那里如果刷一层银漆，或者说什么样的底漆，来让这个透明键更彰显一点，素质就更好了。和原版不同的是，两个肩炮的导弹模具的造型有改动，剩下的基本上就是配件的不同了。配件方面的内容现在有这么多：2对替换手型，然后单体的大枪、合体的大枪，还有一张替换脸。这张银色的替换脸就是织天晓的那个黄色的光学镜。然后这把透明大剑，这把剑的刻画造型也很漂亮啊。其实仔细看啊，它中间这里刻画的是一个领导模块，也就是说领导模块延展出来的这一柄剑，这个造型相当不错啊，我很喜欢。然后就是说一下这一套品质上边的一点小问题吧。整体的配色非常的漂亮，它这回的涂装也是仿着老的那个大亚克隆玩具式的那种涂装，腿部上面的这些花纹和老的那种贴纸的配色也是很接近的。而且这一回的这些银漆涂的是要比之前的原色版本亮很多的，很好看。最要表扬的一点是后背，以前吧白蓝通里边的那个白通的两条胳膊耷拉在这里，露着两个白色的面，包括肩头这两块的白色很突兀，就整体的一体性差的会很多，因为颜色的搭配差了很多。而这一回的大亚克隆配色呢，它本身的车头就是一个蓝的，再加上蓝色的这个胸甲的这一块包裹过来，这一块的颜色一体性你就会觉得很强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不会那么明显了。但是呢，在玩具的整体素质上边啊，我手上的这一款的膝盖会特别松，
虽然说不影响站立吧，你正常摆一些造型可以啊，但是这个膝盖总体来说是要比其他的关节松一点的，可能手上的这一款就发现了这一点毛病吧，其他的素质还好。然后我们把它变形，首先就是脱马甲了，你们觉不觉得这样也挺帅的？而且裤衩啦、胳膊啦、腿啦，这个配色还是挺合理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更像弗兰奇大将军了。这个就也可以很 super 嘛。这个蓝色版本的柱子会比那个白色的柱子更好看呢。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蓝色版本的柱子啊，很漂亮，而且蓝色的这个冷色系它是带收缩的，也不会觉得身材比例会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个配色很漂亮，真的比原色的好看的很多。NA 的织天晓也好，统天霄也好，你爱叫它啥叫它啥，变形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其实整体把玩下来以后的感受就是 NA 的这一套模具更适合做这个配色的方案，有没有这种感觉？蓝色的车头变成了单体的蓝色柱子也好，很漂亮，比白色的那个白版本吧会更吸引人一些。同时在组合上了马甲以后，身上的颜色露怯的地方也没有之前的白蓝通的那个版本那么多了，因为蓝色和这个胸甲的蓝色一体的融合性就更好了。同时 NA 这一套带了2个替换的脸，你可以做织天晓，可以做统天霄，而且都挺好看。唯一我个人的一点点建议啊，能把那个透明的脸后边如果再来一点颜色衬了个底的话，就能把这个透明脸上边刻画本来很精彩的一些细节表现出来了。现在因为那个零件太通透了，所以导致了那个脸细节看起来并不明显，用肉眼看还好一点吧，如果你是拍照或者说拍视频的话，可能表现不出来，就是这样了。总的来说，这一套的变形设计依旧很精彩，但是之前的原色通天晓的那个配色方案身上露怯的太多了，而这一套反而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又把原先的那个模具上边一些问题解决掉以后，这一块的分数就又上来那么一点点。